美以动手了，伊朗多个城市发生爆炸。中东现在的局势，火力军真是看不懂了。前段时间，以色列还想着再发育一段时间，加强本土的防空实力，美国也是准备阶段。结果没几天，伊朗就出事了。阿瓦士、阿巴斯港、德黑兰等地跟约好了一样，大家一起炸。这里面没点内幕，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那么中东局势会如何发展？伊朗爆炸背后有什么内幕？这是美以动手的前兆吗？在1月底的时候，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收到了五角大楼和白宫联合制定的攻击伊朗方案。说实话，五角大楼这帮参谋平时没少写剧本，但这次给出的方案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硬。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大规模轰炸计划。这个方案最粗暴，也最符合特朗普大开大合的性格。目标非常明确，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有的总部、导弹基地、无人机工厂，还有那个让美以头疼了20年的核设施，全部拉入打击清单。这不叫外科手术，这叫截肢手术。美军想用这种饱和式的打击，直接把伊朗的战争潜力打回17时代。还有就是特种突袭，很多军迷在猜，美军会不会再玩一次抓捕马杜罗的戏法。方案里确实提到了，白宫正在讨论派特种部队直接突袭那些深埋在地下的核设施，还有就是抓捕或者削弱伊朗最高领袖的地位。五角大楼自己也知道，这事儿比在委内瑞拉抓马杜罗难上100倍。伊朗那是什么地形？满地的扎格罗斯山脉，到处都是挖了几10米深的防空洞和地下城。哈梅内伊身边的安保，那是经过几10年反渗透训练的死士，活捉的难度系数基本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他方案就比较温和了，比如制造混乱，这就是美军最擅长的，通过打击特定的目标，比如电力枢纽、通讯网络、关键民生设施，引发伊朗内部的动荡。特朗普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我打你成本太高，那我就让你从内部乱起来，给更迭创造条件。这一点是最简单的，毕竟现在的伊朗本身就不太平，美军只需要推波助澜就能达成目标。相比之下，以色列坚持自己的方案，也就是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尤其是针对伊朗那个已经成气候的导弹系统。以色列的想法是，要么不动手，动手就得让伊朗10年之内飞不出1枚导弹。特朗普已经多次发出公开威胁，警告伊朗知晓美国的计划，伊朗已经没有时间了。火力军一直以为这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美以动手的速度那么快。就在方案上桌的同时，伊朗多个城市发生了连环大爆炸，包括德黑兰郊区、阿巴斯港、库姆、大不里士等，造成6人死亡，至少14人受伤。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雷扎·坦西里在阿巴斯港的爆炸事件中丧生，随后遭到伊朗媒体否认。有意思的是，伊朗好像学到了可攻的精髓，打击不认。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否认其位于霍尔木兹干省的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的传言。伊朗国家媒体否认有关德黑兰省、阿尔达比勒、大不里士和萨维等地发生爆炸的报道，回复很有意思，说这是天然气泄漏。火力军看到这儿都乐了，你说一家厂子泄漏也就算了，全境6、7个城市在同一时间一起漏气，这伊朗的煤气管道难道是同一个微信群里的？商量好了集体罢工？虽然到现在没人认领，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涉及，但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摩萨德。火力军估计可能性很大，如果是美国动手，不会是这种小打小闹，最大的可能就是以色列的特种作战。如果真的是摩萨德做的，他们是怎么在伊朗搞出这么大动静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微型无人机群。摩萨德最喜欢的招数就是灯下黑，特工或者被收买的当地人开着一辆普通的货车，停在伊朗军工厂几公里外的路边，后备箱一开，几十架带着高爆炸药的小型4旋翼无人机直接起飞。这种小玩意儿，伊朗重金买的 S-300、巴瓦尔373防空系统根本看不见，雷达把它当成大号蜻蜓，当它撞进通风口或者变压器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也有可能是藏在供应链里的炸弹，这招最阴。伊朗虽然能自产导弹，但里面的芯片、精密机床、耐高温密封圈，很多还是得靠走私或者第三方采购。摩萨德可能早在2年前就在这批零件里植入了物理引信或者一段病毒代码。平时没事儿，一旦离心机转速达到临界点或者特定指令下达，这些零件就原地变成地雷，多个城市同时发生爆炸，极有可能是通过网络指令统一触发。这种方式不需要人员在场，且攻击路径极难追踪。只要摩萨德的黑客黑进伊朗的工业控制系统，修改储气罐的压力感应值，明明压力已经爆表了，中控台显示的还是一切正常，结果就是轰，一场看起来完美的工业事故就此诞生。这2种方式造成的爆炸看起来像是由于技术故障或电路过热引起的工业事故，
能有效掩盖攻击意图，并造成连锁反应。不过，在伊朗内部动乱的当下，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潜入，借着社会动荡，搞不好已经渗透进了核心车间，一个不起眼的清洁工或者一个看起来很老实的科研助理带进去一块塑性炸药，专门炸那种最贵的精密机床。等爆炸发生，特工已经潇洒走人。在爆炸发生的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在他的真实社交上发了一个视频，里面是伊朗的惨状，配文更绝：正在发生，德黑兰的革命卫队现在惊慌失措，吓得屁滚尿流。这是典型的特朗普式心理战，他在告诉你，我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知道你现在心跳多少下。面对近在咫尺的打击，伊朗那边也坐不住了。总统泽西奇扬一边在电视上喊着战争不符合双方利益，一边让外长去探口风。但特朗普开出了条件，伊朗根本没法接受。特朗普要的不是核协议，他要的是伊朗彻底投降。导弹不能搞了，海外势力得撤回来，核设施得彻底填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回应也很硬气，谈不拢，完全没有基础，结果就是外交的路已经快堵死了。如果说外交口水战是虚的，那美军的调动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最近几天，全球的开源情报爱好者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大批的 KC-135A 和 KC-46A 空中加油机正在成群结队的从美国本土、欧洲飞往卡特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截至1月底，已经有至少20架加油机蹲在那儿了，这就是大规模打击的前兆。火力军以前说过，外行看导弹，内行看后勤。你派几架战斗机去，那可能是例行巡逻，但你一口气派几十架加油机去，这说明美军正在构建一条跨洲际长程补给线。加油机专门给那些大杀器喂奶，比如 B2。如果美军要从本土或者迪戈加西亚岛起飞 B2，去炸伊朗那些深埋地下的核设施，这航程不是一般的远。这些加油机的就位，标志着美军已经完成了初始打击的后勤准备。一旦特朗普下令 B2 和 F-35C 组成的逆踪打击群，就能悄无声息地摸到伊朗头顶，扔下那个专门钻地洞的巨型钻地弹。美军不仅自己准备动手，还在疯狂地给盟友发装备。美国国务院大笔一挥，批准了2批总额超过146亿美元的军售，给沙特的是盾，给以色列的则是矛。之前沙特不同意美以飞机经过沙特领空打伊朗，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的能源设施被误击。现在大概率不需要担心这一点了。美国要向沙特出口730枚爱国者3型，这是爱国者家族里最能打的，专门设计以直接撞击方式拦截战术弹道导弹。沙特这么急着扫货，就是怕美以一旦开打，伊朗那几千枚流星导弹、泥石导弹会像下雨一样往自己头上砸。这730枚导弹就能保护沙特以及驻扎在当地的美军。美国卖给以色列的则是30架 H-61阿帕奇以及价值18亿美元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这批新机将大幅强化以军在复杂城镇战中的压制能力。国务院声明强调，协助以色列发展强大的自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顺带一提，阿帕奇也升级了，成了一个召唤师，不排除用在伊朗的可能。1月中旬，美军启动了一个叫湖步兵连的新单位，这个单位交给阿帕奇飞行员一招：不要冲锋，要当大哥。在现代高密度防空网面前，直升机其实很脆弱。如果你直接飞进伊朗防空导弹的射程，那就是送菜。所以美军的新打法是，阿帕奇先别露面，先放出一堆无人机小弟，这些小弟叫空射效应无人机，他们很便宜，甚至可以说是炮灰。他们冲进战区主要干3件事：诱敌、侦察以及自杀攻击。首先就是迷惑敌人，故意在敌方雷达面前晃悠。伊朗的雷达只要一开机，一发射导弹，位置就暴露了。之后无人机把高清图像实时传回阿帕奇的座舱，准备实施打击。如果阿帕奇没机会，那无人机就是自己上，直接撞掉雷达。而阿帕奇本人躲在几十公里外的山谷后面，看着屏幕，就像玩游戏一样锁定目标，发射地狱火导弹，打完收工。以色列买阿帕奇可能是想在打击伊朗的过程中，用这种打法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战果。讲了这么多，火力军估计大家心里都有个问号，这仗真的会打响吗？答案是肯定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层似乎已经不再对外交谈判抱有幻想，而是将军事行动视为已成定局。目前仅在时间安排上存在争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也放话了，特朗普从不空口威胁。以色列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正在等一个导火索，比如伊朗忍不住了，往以色列发射了一枚象征性的导弹，那么内塔尼亚胡就会立刻启动那套准备已久的全面毁杀方案。唯一不确定的是时间，以及在不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美以如何获得最佳效果。哈梅内伊的命运将是最大看点之一。总的来说，对于特朗普来说，中东当前的局势，这更像是一场巨大的豪赌。他想通过极致的武力威慑，逼伊朗在最后关头签下那份投降书。
如果伊朗不签，以特朗普的性格，他真的可能下令让 B2去德黑兰听个响。对于伊朗来说，这可能是近40年来最危急的时刻。哈梅内伊的命运现在不仅仅攥在自己手里，更攥在 B2、F-35的操纵杆里。对于我们来说，这段时间最好盯紧国际油价。波斯湾的一丁点火星足以点燃全世界的钱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这次针对伊朗的袭击是谁做的？伊朗有没有能力应对梅伊的打击？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